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山冈充尔先生的《在家中不积累压力的习惯》这本书。今天的内容包括以下两部分：第一，压力急剧增加导致老化，绝对不能在家中做的5种活动；第二，治愈心灵和身体，消除压力的5种最佳习惯。首先，让我们从压力急剧增加导致老化，绝对不能在家中做的5种活动开始解释。大家平时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呢？据研究显示，我们超过60%的时间都在家中度过，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有1半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我们在家中的行为方式会极大地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如果您能在家中感到幸福快乐，那么您的幸福感将会大大提升。然而，如果您在家中采取了不应该做的行为，那么您的生活将会变得充满压力。事实上，随着现代人在家中时间的增加，新的不适感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家庭压力。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有些人可能会将在家的时间当作唯一的休息时间，但是根据您的生活方式，这段时间可能会变成充满压力的时刻。比如说，您是否在家中采取了以下这些行为？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在家里无所事事地看视频或者看漫画，让身体得到休息。白天睡到中午，以弥补睡眠不足。由于导入了远程办公，忘记了时间，连续集中精神工作数小时，甚至一整天。由于在家工作自由度的提升，有些人可能会选择在自己喜欢的时间段工作。然而，针对以上提到的这些在家中的生活方式，希望通过这次视频，您能彻底改变在家中的度过方式。采取这样的行为的人会感到疲劳，即使他们在家中，压力也会不断积累。这是因为这些行为不经意间造成了压力。作为一位研究了超过10万份数据的医学作家，山冈先生在他的著作中分享了如何提高表现、摆脱疲劳，以及创造零压力的家庭时光的诀窍。通过观看这个视频，可以让您的家庭时光成为没有压力的时光。由于前几年的新冠疫情，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严重疲劳、呼吸急促、心跳加快、身体感到沉重等不适。作者注意到，有这种症状人的共同点是，他们在家中的时间比以前增加了。例如，几乎所有在作者诊所寻求帮助的男性都是在家办公的状态，尽管不是完全的在家办公，但他们每周都有几天在家工作。由于前几年的新冠疫情，大家几乎都不出门，待在家里的人也面临类似的症状，他们纷纷向作者求助。人们通常认为家是休息的地方，可以通过在家休息来恢复疲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作者发现，家里的气氛取决于您的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疲劳和压力的累积。例如，有人周末睡到中午，但过度的睡眠会导致压力增加。另外，虽然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或浏览社交媒体也是一种休息的行为，但实际上却可能会积累压力。家本应是放松的地方，却有可能变成积累压力的地方。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即使在周末一直在家悠闲休息，但很多人可能会感到从周一开始就已经感到身体沉重、疲劳不堪。这是因为您的家庭时间已经成为了累积压力的时间。现在我们正处于人们在家时间最长的时代，可以在家里做任何事情。现在许多事情都可以在线上完成，所以人们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此外，由于前几年疫情的流行，许多企业开始实行远程办公，还有一些人是因为企业开始注重减少加班，开始把工作带回家来完成。另外，全球范围内自由职业者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所以在这个时代，人们需要学会有意识的休息，因为我们已经不能把家完全当作休息的地方。在本书中介绍了一些方法来帮助那些因为在家时间过长而感到压力的人。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从压力中恢复，以及避免积累压力。其中的关键是皮质醇，这是一种可以缓解压力疲劳的激素，修复压力造成的损伤，从而帮助恢复疲劳。
相反的，如果皮质醇的分泌功能变弱，或者因过度压力而无法充分补充皮质醇，那么疲劳会不断积累。因此，可以通过减少会消耗皮质醇的压力行为，以及增加会提高皮质醇储存量的行为，来增强缓解压力的能力。这是将家庭时间转化为真正休息时间的唯一方法。我们在工作中面对着公司人际关系、工作压力、演讲时的紧张、办公室工作带来的肌肉疲劳等各种压力，所以在家的时间必须成为我们恢复这些压力的时间。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存在，我们必须将家变成消除日常压力的最佳场所。那么，让我介绍几个绝对不应该在家里做的事情。一旦知道了导致压力积累的因素，仅仅通过重新审视这些因素，就可以大大改善疲劳感。首先，绝对不应该在家做的第一件事是，在家里不活动、不运动，只是懒洋洋的休息。大家可能有些人下班回家后，为了缓解工作压力，就直接在沙发上或者床上慵懒地躺着，特别是在周末，可能会懒洋洋地度过时间，认为这样可以消除疲劳。然而，长时间坐着或躺着，几乎不动，静静的休息，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休息。相反，这会导致积累压力。或许有人会问，这是为什么呢？在沙发上或者床上悠闲地坐着或躺着，不就可以缓解疲劳吗？我一直都是这样度过的，认为这样可以缓解疲劳。但事实上，在科学上证明，当高浓度或大量的有害物质以低浓度或微量被使用时，反而会产生有益的作用。举例来说，不吃饭进行进食就是其中的代表。一般来说，当身体处于困境时，它会变得更强大、更健康。另外，蒸桑拿也是这种情况的代表。进入桑拿房时，温度会非常高，身体会暂时处于危机状态。然而，我们的身体会努力应对这种危机，变得更加强大。同样，运动也是如此。适度的运动压力实际上可以增强身体功能，对减轻疲劳非常重要。因此，在家里懒散地躺着不动，不给适度的运动压力，会影响皮质醇的产生，对肌肉和血管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在家里不活动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容易疲劳。缺乏运动会导致肌肉衰退、筋力下降，自然而然的会感觉更容易疲劳。不运动会导致心脏和血管功能下降，氧气和营养物质无法充分输送到体内，从而使人更容易疲劳。适度的运动已被证明具有巨大的减压效果。缺乏运动会导致压力积聚，心理疲劳会累积起来，使人更容易疲劳。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更难以恢复疲劳。因此，如果觉得疲劳了，那么应该更多的运动。如果感到疲倦，却不想做任何事情，那就更应该运动。无论是散步、在家做瑜伽，还是跳跃运动都可以，只要开始动起来，这是需要大家意识到的。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在家做的第二件事，即无法有效地切换工作和休息状态。对于健康的减轻压力，这种能够切换工作和休息状态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请务必在未来培养这种切换的能力。例如，在家里工作或者带工作回家加班，由于远程工作而导致工作和休息状态的切换节奏丧失的人越来越多。以前去公司工作可以强制切换工作和休息状态，但是现在在家工作的情况下，工作和休息状态变得不明确，人们不知道工作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也许有些人以前规定了固定的工作时间，但是在工作结束后仍然忍不住继续工作，或者一直工作到深夜。可能有些人整天都面对着电脑，紧张状态持续不断，晚上也无法入睡。这种情况的人相当多，需要引起注意。此外，即使是去公司上班的人，回到家后仍然无法忘记工作，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查看邮件。在家里工作或者思考工作问题，会导致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平衡失衡，工作和生活的平衡受到影响，工作和休息之间的平衡也被打破。
自律神经的平衡也受到影响。长时间处于需要思考和集中注意力的状态，会导致大量的脑能量消耗，紧张和放松的节奏被打乱，大脑没有时间休息。持续过度使用大脑对大脑来说是巨大的压力。近年来，有人提倡通过副业赚钱，因此也许有人在回家后会从事副业工作。当然，这样做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回家后过度从事副业工作，会打乱工作和休息的节奏，可能会导致身体不适。当然，如果这个副业是一种爱好或者很有趣，那就很好。但是如果这个副业像工作一样不受喜欢，或者是非常繁重的，那么也许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这种生活方式。比如，在工作日努力工作之后，确保得到充分的休息，而在周末避免睡懒觉，保持与工作日相同的起床时间，并且利用周末的上午时间进行一些副业工作。这样的节奏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将会十分有益。此外，如果工作和休息的平衡被打破，持续的压力可能会增加患上慢性疲劳症候群的风险。慢性疲劳症候群是指由于长期的职业压力或过劳导致心身疲劳和压力极度积累的状态，其结果可能是长期疲劳、精力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失眠、对工作失去兴趣或动力、情绪不稳定、感情麻木、头痛、胃痛等身体不适。人类绝对需要休息。如果在家中一直工作或者一直考虑工作，您迟早会感到身体不适。虽然有时候不得不把加班的事情带回家处理，或者因为现在太忙，连在家里也不得不工作，但是我建议你们分配一个专门的工作空间和私人空间，物理上将它们分开，比如只在书房工作，绝对不在客厅或卧室工作。这样做将有助于自然地切换工作模式和放松模式。通过这样做，可以更容易地保持工作和个人生活的平衡。另外，设置专用的工作空间可以增强集中力，远离家庭噪音和家务等诱惑，可以专心于工作。这样做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生产力。如果您不得不在家里工作或者做一些事情，我强烈建议您坚持只在专用的工作空间进行工作。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在家做的第3件事，即休息日一直睡到中午。休息日到中午还睡个不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平日太忙，没有足够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是如果休息日一直睡到中午，会导致自律神经节律的丧失，带来巨大的压力。平日和休息日之间的差距会严重扰乱自律神经的节律。即使平日有着稳定的生活节律，只要这个节律在某一天被打乱，自律神经就会受到影响。即使您觉得休息日可以不早起床，但是改变了节律会导致自律神经紊乱，反而会积累压力和疲劳。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周末睡得很多，感觉身体应该充满了能量，但是到了周一，却觉得身体很沉重。这就是自律神经节律失调的原因。休息日到中午还睡个不停，确实是不可取的。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以后不要再这样做。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在家做的第4件事，即熬夜。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很多人都会选择放松一下，熬夜到很晚。我们已经强调了生活节奏的混乱会带来压力，而夜晚熬夜则是其中最糟糕的一种表现。更糟糕的是，星期五晚上熬夜的人几乎肯定会导致星期六很晚才起床。熬夜是导致周末中午暴睡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强烈建议，即使是在星期五或星期六，也要尽量保持正常的作息习惯，早睡早起。即使去参加星期五或星期六晚上的聚会，也要适度，尽量在第一次聚会结束后回家，不要熬夜。接下来是绝对不应该在家做的第5件事，即食用对血管和肠道有害的食物。随着在家时间的增加，我们特别需要关注饮食不均衡可能带来的问题。作者指出，目前在家中最大的压力之一来自于食物。自远程办公开始后，许多人发现自己的饮食增加了，或者由于出门购买食物的不便，选择了速食或外卖。
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因为在家无聊而不自觉地吃掉周围的零食，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肠道有害，会导致肠道环境恶化，进而引发炎症，需要消耗皮质醇来修复。肠道环境的恶化也是一种严重的压力。特别要注意的食物包括高糖分、小麦和乳制品。虽然并非所有人都会对这些食物产生不良反应，但过量摄入这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肠道环境恶化，产生相应的压力。一些人对小麦中的麸质和乳制品中的酪蛋白等过敏原可能具有遗传性过敏反应。此外，肥胖也是由食物引起的压力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体内有一种叫做脂联素的重要生理活性物质，它有助于清洁血管，但是脂联素只会从较小的脂肪细胞中分泌出来，而不会从肥大的脂肪细胞中释放出来。当多余的糖分积聚在腹部脂肪细胞中时，脂联素的分泌就会减少，导致血管逐渐变得不清洁。当我们感到闲暇时，往往会不自觉地食用不必要的零食或冰淇淋等，结果导致肠道和血管变得不健康，加剧了压力的恶性循环。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不要在家中储存对身体不健康的食物。如果家中没有这些食物，即使我们感到无聊，也不会轻易地去吃它们。相反，我们可以准备一些对身体健康的食物，这样即使想吃东西，也可以选择更健康的选项。在厨房放些坚果或黑巧克力，在冰箱里放些水果、酸奶等。这样做的话，当你想吃东西时，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对身体有益的食物。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治愈心灵和身体，消除压力的5种最佳习惯。首先，我要介绍的第一个习惯是摄取对身心有益的恢复物质，以缓解压力。例如，具有缓解压力效果的恢复物质中包含着咪唑肽。这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有点复杂，但实际上它是存在于候鸟胸部肌肉中的物质。候鸟能够长距离飞行，为什么不会感到疲劳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这种物质。研究发现，候鸟的胸部肌肉含有大量的咪唑肽，这种物质可以抑制疲劳产生的活性氧化物质。咪唑肽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物质，每天摄入200毫克，连续2周就能显现出明显的抗疲劳效果。鸟类的胸部肌肉中含有丰富的咪唑肽，每100克鸡胸肉可以提供200毫克的补给，所以如果感到疲劳，积极摄入鸡胸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剑鱼和金枪鱼等海产品中也含有大量的咪唑肽。除此之外，牛磺酸也是一种具有缓解压力效果的恢复物质。牛磺酸通常存在于营养饮料中。牛磺酸不仅可以改善线粒体功能，还可以改善肝脏功能，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物质。你们中间肯定有听说过蛤蜊有助于预防宿醉的说法，这是因为蛤蜊中含有丰富的牛磺酸，可以提高肝脏功能。肝脏功能增强后，解毒功能也会提高。牛磺酸可以帮助排毒，因此富含牛磺酸的食物是值得大家积极摄入的。富含牛磺酸的食物包括牡蛎、蛤蜊、扇贝、章鱼、鱿鱼、墨鱼、鲷鱼、鲑鱼、鳕鱼等海鲜。除了牛磺酸之外，优质油脂 Omega-3 也具有缓解压力的效果。鱼油中含有丰富的优质油脂，它可以抑制肠道炎症。判断肠道环境是否良好的方法很简单，就是看是否便秘。饭后感觉肚子胀的人也需要注意，这可能意味着食物没被消化到大肠，即消化系统的环境可能不佳。因此，我特别希望那些有这种症状的人能积极地摄取优质油脂。接下来，我要介绍摆脱压力的最佳习惯之2，即摄入最强的疲劳恢复食材——柠檬。在本书中，强烈推荐积极摄取柠檬作为最佳的疲劳恢复食材。我们需要的能量是在线粒体的柠檬酸循环中产生的。柠檬酸循环中柠檬酸含量越高，我们产生的能量就越多。因此，柠檬酸被认为对疲劳恢复非常有益。而含有大量柠檬酸的食物就是柠檬。如果您感到疲劳难以消除，或者想迅速恢复疲劳，
那么积极摄取柠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此外，柠檬除了有助于疲劳恢复外，还含有其他对身体有益的食物纤维，有助于改善肠道环境。柠檬中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被认为具有促进脂肪燃烧的效果。另外，提到柠檬就不能忽略维生素 C。柠檬富含的维生素 C 具有抗氧化作用，可以清除体内活性氧，并防止细胞受损。柠檬中的维生素 C 还可以支持免疫系统，有助于预防感冒和全身疾病。柠檬的香气也具有放松效果，可以减轻压力和焦虑。这是因为柠檬中含有的柠檬烯等成分会影响大脑内的神经传递物质，如血清素和多巴胺，从而带来放松效果。实际上，一些研究已经揭示了柠檬香气对放松和减轻压力的效果。柠檬的香气被认为有助于身心放松，并常常被用于芳香疗法等场合。总之，柠檬具有多种功效，因此我强烈建议大家积极摄取柠檬。但是直接吃柠檬可能不太方便，所以我推荐的是柠檬水。柠檬水不仅具有消毒作用，而且在清空肠道、促进排便方面也很有效。如果觉得切柠檬或挤柠檬麻烦的话，也可以选择市售的100%的纯柠檬汁，用温水稀释后饮用。不要为了追求完美而过于苛刻，因为太过于追求完美会导致无法持续。最好的方法是尽量简化步骤，意识到摄取柠檬的重要性。接下来我要介绍摆脱压力的最佳习惯之3，即摆脱3种依存症。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摆脱糖、盐和咖啡因这3种依存症的重要话题。当大家感到疲劳时，千万不要通过碳酸饮料、维生素饮料、能量饮料等方式强行让自己振作起来。确实，这些饮料中含有的糖分会暂时提高血糖，导致肾上腺素的分泌，从而缓解压力，并给予一种提神的感觉。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释放也会让心情变得愉快，但是这些效果都是暂时的。随着血糖水平的突然下降，不愉快的症状会迅速出现。为了消除这些不愉快的症状，人们可能会再次摄入这些饮料，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可以说，这种情况类似于对毒品如可卡因的依赖。糖就是一种成瘾性物质。当我们感到疲劳时，往往会想要依赖甜食或甜饮料。但是要记住，摄入这些东西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疲劳，更容易疲倦。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您现在对这些甜食上瘾，不妨试着坚决戒掉1周或2周。这样做后，您的身体自然会不再渴求甜食，从而成功摆脱糖的依赖。除了对糖分上瘾之外，当我们感到疲劳时，我们也往往会依赖盐分。在疲劳时，我们会想要吃咸味的零食，比如薯片等，但是过多摄入盐分对身体非常不好。因此，我建议早餐时喝1碗味噌汤，并使用天然来源的岩盐或海盐。如果早上喝1碗味噌汤并摄入天然盐分，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天中就不会渴望盐分了。最后，让我们来谈谈咖啡因。众所周知，咖啡因具有成瘾性。如果不摄入咖啡因，有些人会感到身体无法运转，头脑不清醒。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认为他们已经对咖啡因产生了依赖。过度依赖咖啡因会导致更容易感到疲劳。请注意，不要摄入过量的咖啡因。在工作中喝几杯咖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一天喝进10杯咖啡来弥补精力，那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很多忙碌的商务人士可能会有这样的倾向，他们会一口气喝很多咖啡以获取能量。此外，咖啡因会通过刺激皮质醇的释放而降低睡眠质量，因此建议您在下午3点后不要摄入咖啡因。接下来我要介绍摆脱压力的最佳习惯之4，即消除时间紧迫的感觉。听到这个话题时，我相信在座的许多繁忙人士都会感到无时无刻都在追赶时间，或者经常感到时间不够用的焦虑情绪。但这种时间不足的感觉会让精神受苦。作者在书中提到，据作者的诊所调查，抱怨心理不适的人中，许多人都感觉时间不够用，即使在家里，
也要照顾孩子，考虑饮食安排等，任务繁多。即使有喜欢的爱好，比如去书店看书，但由于工作回家已经很晚，时间不够用。这些人的共同点是，他们感觉自己的时间无法掌控，被某种事物所支配。这种无法掌控的情况，往往是导致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解决这种时间不足的感觉非常重要。我想推荐的是制作时间日志，将每天所做的一切都按时间记录下来。这样做的话，你会发现每天回家很晚，觉得没有时间，但其实您在玩手机的时间很长，或者在回家路上到处闲逛，导致晚上的私人时间变少。通过客观地观察自己的生活，您可以发现各种空隙时间和浪费时间，从而摆脱时间不足的消极感觉。我建议您坚持记录1周，不要笼统的记录，比如19到21点为自由时间，而是记录每次浏览社交媒体、看电视和吃饭的具体时间，意识到自己是如何浪费时间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记录所有空闲时间是关键。如果1周记录下来很困难，那么就从1天开始记录，这样做就能客观地看到自己是否被某种事物所支配。然后在1天结束时，一定要回顾时间日志。通过回顾1天的记录，您可以发现浪费时间的地方，比如发现有太多的空闲时间，所以决定在20点之前结束社交媒体的使用。通过实际的管理自己的时间，您可以摆脱时间不足的感觉，从而使心理状态更稳定，减少压力。接下来我要介绍最后一个摆脱压力的最佳习惯，即主动休息。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长时间久坐会导致疲劳感，因此我想向大家推荐的是主动休息。所谓主动，就是指积极的，而休息则意味着放松。因此，主动休息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这并不是指懒散的躺着休息，而是通过积极的活动来放松身心。正如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运动有许多好处，比如缓解压力、恢复体力等。当我们感到疲劳时，正是我们应该采取主动休息的时候。例如，在家里的时候，每当我们意识到自己长时间不动，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比如做3秒钟的深蹲，保持5秒钟，然后再花3秒钟站起来，这就是所谓的慢速深蹲。或者进行一些拉伸运动，做些家务，或者出门散步，积极的活动身体。在感到疲劳时积极运动，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持健康、活力十足的生活。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